第210章，丹王古河的大手笔。望着那出现在天空之上的美杜莎女王，古河以及那说话犹如打雷一般的岩狮，皆是不由自主地对着一旁沉默不语的黑袍人悄悄地靠近了一步。在这里，唯有他才有可能与这凶名震慑加玛帝国的美杜莎女王相抗衡。你找我？天空之上，美杜莎女王微微低下头，望着古河，红唇的嘴唇挑起一抹纤细的弧度，霎时间，精致的容颜顿时妖气盎然，一颦一笑间，让得古河身旁的几名斗灵强者有着瞬间的失神。在美杜莎女王的微笑凝视下，古河轻吸了一口气，将心中的一些情绪压下，抬起头来，笑道：“美杜莎女王陛下，很荣幸能与您相见，我是加玛帝国的古河，丹王古河吧？听说过6品炼药师就是不凡，竟然还能够请动斗皇强者。”美杜莎女王眸子扫过一旁的神秘黑袍人，微笑道：“说吧，来找我有何事？虽然你们强行进入我族内的举动极为无礼，不过我蛇人族也并非蛮不讲理的种族。”望着那似乎悄悄松了一口气的古河，美杜莎女王秋水眸子间掠过一抹狡黠，轻声道：“而且丹王古河炼药师之名名震加玛帝国，到时候只要随便抵押点什么，便能将这点小小损失抵偿而去，我说的对吧？”古河大师，脸庞上笑容略微有些尴尬，不过好在古河也是见多识广之辈，当下颇有些当冤大头的气度，豪气地挥了挥手，笑道：“强行进入贵族，的确是我们失礼了，这些损失，古河自当赔偿。”哥哥，古河大师还真是大气。玉手掩着红唇，轻轻笑了笑。美杜莎女王眨了眨修长的睫毛，轻笑道：“古河大师，还是说说你邀请这么多朋友，又费这么大的周折来我蛇人族中，究竟是为何事吧？”听得谈话逐渐到正题之上，古河脸庞也是浮现了一抹凝重，略微沉默，斟酌着言辞。别看面前的美杜莎女王笑盈盈的模样，似乎人畜无害一般，可她却是清楚，当年蛇人族与加玛帝国开战，这位妖艳的美丽女人可是当场将3名斗灵级别的强者轰成了漫天肉酱，手段之狠辣，足以让得经常在刀口上舔血的人感到胆寒。而且古河还知道，美杜莎女王的实力在斗皇级别之中，那也是名列前茅的存在。若不是加玛帝国拥有着3名斗皇强者，恐怕还没人能够单独的将之打败。即使是身旁特地请来的神秘黑袍人，古河也是清楚，请他来并非是与美杜莎女王战斗，而是如果美杜莎女王对他们存有杀意的话，唯有他才能将之抵挡而下，而不使得身旁的这些人遭受到美杜莎女王的劫杀。缓缓地吐了一口气，古河抬起头，望着天空上的美杜莎女王，沉声道：“在下此行，主要是为女王陛下所取得的一伙而来。”古河的沉声在天际缓缓回荡，让得本就平静的周围更是忽然安静了许多。这家伙果然也是为了青莲地心火而来啊！在下方的乱石堆之中，萧炎轻轻地吐了一口气，低声苦笑道：“一伙？女王陛下什么时候搞到一伙这种东西了？”听得古河的话，城墙上空的莫巴斯与月妹皆是满脸愕然，显然他们都并不知道美杜莎女王半年前从石墨城之外取得青莲地心火之事。女王陛下去弄一伙做什么？茫然地眨了眨眼睛，片刻之后似是想到了什么，月妹脸色骤然大变，猛地转过头与莫巴斯对视了一眼，惊骇地低声道：“难道？应该是了，不然女王陛下也不会费那么大的心思去寻找一伙，除了她打算做那件事之外，应该没有其他的目的了。”轻吸了一口气，莫巴斯低声道：“天哪，可那东西的失败率可是极高的呀！若是一旦女王陛下出个意外，那我们蛇人族……”月妹双手在身前胡乱地摆了摆，苦笑道：“女王陛下停留在斗皇级别已经很多年了，或许她是有些不耐烦了吧。她虽然平日看起来并不太在意这些，不过我却是清楚，她很想变得更强，因为一旦到了斗宗级别，那么蛇人族的势力就将会急速扩张，以后也不必再被困在这茫茫沙漠之中了。虽然经过这么多年的适应，不过我们蛇人并不适合这里，我们的血脉毕竟是冷的。”
莫巴斯轻叹道。月妹也是轻叹了一口气，抬起头来，将苦笑的目光投射那半空中俏脸逐渐由微笑而转化成淡然的美杜莎女王身上。异火，你们是如何知道我得到了异火的消息？美杜莎女王先只轻掠过额前垂落的青丝，略微有些偏向紫色的美眸之中闪烁着点点寒意。半年之前，我正好也在沙漠中寻找一份药材，刚巧感应到了异火的气息，一路追踪而来。虽然并未发现女王陛下的身影，不过却是在途中捡到了几块带血的七彩蛇鳞。七彩蛇鳞只有当女王陛下在全力战斗之时才会出现在体表的奇异鳞片，而且在那蛇鳞之上，我们也探测出了异火的气味。想必当初女王陛下在取走异火的时候也被他伤了吧。古河轻声道。美杜莎女王轻轻舔着红润的嘴唇，一对奇异的瞳孔紧紧地盯着古河，淡淡的寒意萦绕其中。似是察觉到美杜莎女王眼中那不善的味道，古河小心翼翼地退到黑袍人身后，苦笑道：女王陛下，我并未其他的意思，异火对一名炼药师有多重要，想必女王陛下也清楚。为了寻找到异火，我几乎跑遍了加玛帝国很多奇异地所，蛇人血脉阴寒，异火对于你并没有太大的作用，所以在下希望女王陛下能够让我用别的物品从你手中交换到异火。交换？闻言，美杜莎女王眼角挑起一抹浅浅的讥讽，淡笑道：既然你身为一名炼药师，那自然比我更清楚异火的力量。你说这种东西，你需要拿出什么才能配得上它的价值？眉头微微皱起，古河沉吟了好一会，脸庞的罕见的出现肉痛的情绪，抬头沉声道：在下愿意用2枚6品斗灵丹，1枚7品化形丹来换取异火，不知女王陛下以为如何？古河的话语刚刚脱口，其周围的岩石等人便是瞪大了眼睛，满脸愕然地望着古河，甚至连一旁的黑袍人也是微微偏过头，从那黑袍中射出一道错愕的目光，想必他也没想到古河竟然会因为异火而出手如此阔绰。6品斗灵丹，这是一种能够让斗王强者眼红的一种丹药，这种丹药的效果简单，却是让人眼馋，因为它的效果便是能够使得服下它的斗王级别强者生生的提升一个星级。也就是说，若是一名2星斗王服下了斗灵丹，那么他便能够在短短的几天时间之内蹦跶成为一名3星斗王。要知道，到了斗王这一级别，每一星的差距那都是极为的巨大，很多斗王强者在辛苦的修炼好几年之后，依然止步于某一星，这种事情屡见不鲜，由此可见斗灵丹有多珍贵。当然，斗灵丹虽然效果极为让人眼馋，不过却是有着极高的抗性，只要服下了1枚的人，第2枚斗灵丹对他基本上便是失去了效果，也就是说，一名斗王一生只能服用1枚斗灵丹。然而，即使是这样，斗灵丹也是强者阶层中最让的人眼馋的灵药，无数人为了得到1枚斗灵丹，甚至甘愿付出巨大的代价。而与6品斗灵丹相比，7品化形丹则更是有些让人呆滞了。这枚丹药足以让无数斗皇级别的魔兽陷入疯狂，因为只要有了1枚丹药，他们便能够彻底脱离兽身，从此拥有魔兽的悠长寿命以及人类的修炼天赋。这2种特效的叠加所制造出来的东西，或许便是一名能够成为斗宗乃至斗圣的传说级强者。古河所拿出来的这2种东西，几乎达到了让某些人疯狂的地步，也难怪附近的岩石几人会有些感到不可思议。我靠，这家伙手笔也太大了吧！乱石堆中，萧炎目瞪口呆地望着高空上的古河，半晌后方才逐渐地回过神来，心中嘀咕道：不愧是加玛帝国炼药师第一人，竟然连化形丹这种堪称凤毛麟角的珍稀灵丹都有，看来他还真的是对那异火势在必得呀。手笔的确挺大，不过以他现在的炼药术，虽然有极低的几率炼制成功斗灵丹，不过至于那化形丹，凭他绝对不可能炼制而出。药老先是感叹了一声，旋即略微有些不屑的道：当年的他曾经亲自炼制过化形丹，自然是知道这种丹药的困难以及繁琐到了何种逆天的地步。当初若不是他有着异火的相助，恐怕也难以成功炼制。萧炎微微点了点头，
抬头望着城墙上方处的月妹两人，显然这两人也是被古河所报出的价码吓了一跳，满脸惊愕的表情看上去颇为好笑。目光逐渐转移到高空上的美杜莎女王身上，萧炎拳头微微紧了紧，轻声道：“不知道她会不会答应。”抱着与萧炎相同念头的所有人，包括古河，也是将紧张的目光投注在沉默的美杜莎女王身上，等待着她的开口。被无数道目光注视着，高空之上，美杜莎女王沉默了许久，轻叹了一口气，抿着性感的红唇，美眸略微带着许些惋惜地望着古河，有些无奈地道：“我不得不承认，你的条件很诱人，不过，抱歉，我依然不会与你交换。”